刚逮完普京，哈萨克斯坦的命脉就被关闭，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掌控力发生了变化。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少。在中亚5国之中，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的关系有点特殊。一方面，普京在今年1月份曾经通过吉安组织火速出兵，帮助托卡耶夫稳定了政局。另一方面，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出口、经济发展和外交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是有一定控制力的。但是随着俄乌战事的持续，稳定政局后的托卡耶夫开始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而且想在俄美中欧之间找平衡。托卡耶夫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直面普京，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拒绝承认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地区的独立。他强调，不存在俄罗斯救了哈萨克斯坦，或者哈萨克斯坦要屈服于俄罗斯脚下。时间刚过去2天，俄罗斯的报复措施就来了。俄罗斯将哈萨克斯坦石油出口依赖的黑海沿岸的新罗西斯克港的输送设备关闭，说是要清除刚刚发现的2战期间未爆炸的弹药。说实话，不知道2战时未爆炸的弹药为什么会成为俄罗斯最近关注的焦点。更合理的解释是中断哈萨克斯坦对欧洲的石油出口，这对俄罗斯国家利益来讲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一方面，俄罗斯可以通过这样的小动作加剧欧洲的能源危机，推升国际油价和欧洲的通胀指数；另一方面，对不听话的中亚小弟进行敲打，也可以彰显对后院的掌控能力。美国媒体报道称，俄罗斯向来把切断能源作为报复手段，此举不排除有政治方面的考虑。当然，俄罗斯的解释是技术原因，而且不会就此向哈萨克斯坦做进一步的解释。该事件的核心就是哈萨克斯坦离不开新罗西斯克港输油管线，因为该国出口石油的2/3要通过这个俄罗斯的口岸，每天大约输送140万桶石油，而俄罗斯每天的石油产量也只不过是700万桶。西方要制裁俄罗斯的石油，俄罗斯只好把石油打折卖给印度和中国，也在把其生产的原油在公海上进行交易，让欧洲的油轮采用变通的办法来采购。而中断了哈萨克斯坦石油对欧洲的出口，将进一步增加欧洲的能源危机，这对俄罗斯来讲是非常有利的。不过，俄罗斯给出的理由有点怪，说是港口输油设施附近有50来个潜在的危险物体。从去年年底开始，俄方就声称要推进排爆工作，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这项工作暂停，现在又重新启动了，整个6月份都将是施工期。美国人认为这无非是俄罗斯玩的把戏，为了关闭哈萨克斯坦的输油管道而制造安全借口，更让外界怀疑是政治因素的干涉。今年的6月18日，俄罗斯国家杜马独联体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康斯坦丁警告说，哈萨克斯坦也有俄罗斯族定居点的问题，如果俄哈关系破裂，俄军可能会进入哈萨克斯坦执行特别军事行动，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了。有意思的一点是，俄罗斯并没有完全中断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出口，所以这看起来更像是普京在彰显自己的大国地位，但是又不大可能让托卡耶夫改变其外交态度。中亚国家独立自主已经是大势所趋，普京不大敢明目张胆地进行报复，只能采取这样的小动作。但是这样做有可能会让更多的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离心离德。如果中亚与欧洲的能源合作被中断，那么加大与中国的合作应该是其不错的选择。看来哈萨克斯坦也应该学会平衡与几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